总共加害者高达了4位。警察这边他们做了一些失职的事情，不仅是2次伤害，可能是3次伤害、4次伤害。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喜娜。哇，好久不见的开头哦！我们合体了，还在调整我们的工作步调当中，还是想要尽量合体拍啦，因为其实自己一个人讲故事好孤单哦。而且大家都在问我们说什么时候合体，自己一个人讲故事我都觉得很虚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后来发现跟你录我好紧张，真的假的？今天由我来主讲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非常沉重的密阳事件。说实话，这个事件我其实很久以前就有查过，但是我看不下去，后来就没有继续做这个单元。但因为最近就会发生了白中原老师劫狱事件，就有非常多人在跟我们敲完这个案件，变成喜娜只好去写这个案子。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说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我们2个人啊，对于那种轮暴、集体性侵这一类的案件，还有小朋友的虐儿这2个大类的案件，我们2个比较弱一点，心智方面比较弱一点。我们其实有在避开查这一类的案件。对，这一类案件你们可能在我们频道比较看不到，但我们对于分尸那种是很 OK。对，这什么结论？今天讲这个密阳事件，先给大家打预防针。我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讲它整个事件的发生内容，而是它后续的一些报道跟它后续产生的一些效应，主要会是分析这个部分。事件发生的内容我就是会大纲提过，它是发生在2004年冬天，有一名住在蔚山的14岁的少女被一个密阳帮派的人员集体性侵害，总共加害者高达了44位，并且长达1整年的时间。大家就会问说，那为什么1整年这个少女都没有报案呢？他们当初在性侵害这个少女的时候有拍影片，他们就是用这个影片去威胁少女，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讲出去的话，我们就会曝光这个影片，让你在这个社会没有办法立足。毕竟她14岁未成年，遭受这样子成大的压力跟这样的伤害，所以她一个人就不知所措，只好被这个帮派一直牵着鼻子走。其实就跟N号房上面很多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他们被威胁的时候一样，就是害怕，然后也怕被朋友知道。这案子我刚刚看的时候，他是很怕被学校的同学知道。这个少女最后没有办法承受，最后就跟她的妈妈跟她的阿姨讲了这件事情。家长们知道就立刻带她去警局报案嘛。带她去警局报案的时候，有跟警方说，因为女儿是未成年，所以有要求警方说要非公开调查，不要公开被害者的资讯。但是呢，不到2周之后，新闻媒体就开始大肆报道这件事情。这个少女住在哪里？她几岁？然后密阳帮派等等的这些关键字都上了新闻头条，大家就会去根据新闻媒体去捕风捉影，这个少女的身份也就被跟着曝光了。为什么这件事情到后面会大家一直拿出来做讨论、做调查的原因，是因为密阳的警察这边他们做了一些失职的事情。第一个，他们当初并没有派女生的员警去调查这件事情，他们是派了男生的警察去做侦调。这个女生是未成年，受了这么大的压力，其实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2次伤害。再来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呢，是当初警方他们在调查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把所有的高中生叫来，叫这个女学生站在前面，一个个指认说这个人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事情，他做了几次，那这个人有没有跟这些加害者处在同一个空间，承受这些强大的压力。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头皮发麻我怎么可以让他承受这些事情呢？这是几年的事情啊？这个是2004年，蛮近期的事情，还那么的没有概念。没错，而且呢，加害者是高中生，所以他们全部是未成年。当时警方在调查的时候，他们的爸妈全部都在现场。当时的空间呢是有44位加害者，加上这个被害者女学生的家长，然后还有加害者的家长，全部都在一个集体的空间。你知道那女学生压力会有多大吗？可怕对啊，那些加害者的爸妈一定是用一个很没有办法接受的表情面对他，怎么可以指认我儿子的那种。当时甚至有加害者的妈妈对着被害者说，是你们没有把女儿教好吧，你们为什么要来指认我们的儿子，我们为什么要对你们感到抱歉。我觉得非常的可怜，好夸张哦，这警察的办案方式太夸张了。现在这个时代只要告死他们了。并且更夸张的是呢，当时有员警这样跟女学生说，密阳的水都被你弄脏了，丢不丢脸啊，我好害怕我女儿也变成你这样。她明明就是一个被害者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容出来呢？
呢，都是后来女学生的母亲她觉得女儿实在太可怜了，她就要求国家赔偿。以上这些内容呢，是国家正式调查到的事实，远景确实有讲这句话，然后也有加害者的父母讲了这些话，后来也因此有赔偿被害者赔偿金，最终也有惩处当时失职的这几位远景，只是呢这几位远景1年之后就全部都复职了。那刚刚有提到性犯罪被害者他们通常都会经历所谓的2次伤害，指认的过程啊，或者是在侦调的过程，他们要去回忆这些事情，对他们来说不仅是2次伤害，可能是3次伤害、4次伤害。可是呢，性犯罪的2次伤害这个名词呢，这个论点是正式出现在2019年，这个案件是2004年，所以当时警方在调查，他们并没有觉得说我们在侦调过程中对这个女学生是一个伤害，他们没有这个概念，他们只觉得我们要厘清案情，对，错，死脑筋。对，这个事件被学家说呢，真的是非常典型的性犯罪2次伤害的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他在调查过程中对女学生一直是一个伤害。最后这一些加害者他们的刑罚是什么呢？有10名遭到了起诉，20名送少年感化院，然后有13名他们没有公诉权。简单来说呢，他们就是没有遭到起诉而无罪释放。他们可能在调查过程中有跟被害者和解。那为什么会有和解这个动作呢？被害者的这个女学生，她的爸爸缺钱，很爱赌博，缺钱，很多加害者的父母亲他就去做一个私下和解的动作，给他钱，那这个爸爸就收钱了事。而且呢，这44名加害者，他们后来最后是全部没有前科的，因为都是未成年，所以他们的履历就是一张白纸。再来呢，2004年性暴力的犯罪是属于告诉乃论，也就是所谓的轻告罪，被害者的家人要提起告诉，他们才能惩罚加害者。如果没有提起告诉的话，就是没有这件事情，所以才会有和解。后来呢，被害者女学生她就去转学，可是呢，她却遭到很多学校的拒收。学校当时的立场是说，这个新闻闹得这么大，我们会不会也遭殃啊？等等的。后来这个女学生呢，就跟着她的家人一起搬家到了其他的城市，在其他的学校就学。但是呢，却有加害者的父母也找到了新的学校，就要见这个女学生求情，说可不可以和解啊？学校也知道这件事情了嘛，又把这个女学生开除了。最后她又被迫转学。以上的内容是2004年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。接下来要讲的呢是为什么后来密阳事件最近又开始重新讨论呢？就是一开始跟我讲的白宗元的影片有出现加害者的脸。那如果你们大家真的很想要知道整个案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《韩公主》，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再去看。我不敢看哪一部，完全就是在演这个事件。刚刚讲的这个白宗元影片，这一间餐厅在当地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餐厅。那白宗元他有去参访拍摄成影片，那这个加害者呢，他就有出现在这个影片里。那就有另外一个 YouTuber 他就发了一个消息，就说密阳事件的加害者出现在白宗元的影片里。这个影片就开始被大家拱起来，就说到底是谁，然后大家就去肉搜这个人。后来这个人就立刻辞职了，可是因为网民们开始疯狂的留言给餐厅啊，怎么会雇佣这种人啊？后来这个餐厅也是暂时的歇业了。后来这名 YouTuber 他也持续的公布了几名加害者，其中一位加害者任职的公司在接到消息之后呢，也火速的发了公文说要解雇他，甚至呢网民们还到密阳市政府的官网留言说我们再也不要去密阳了，拒买密阳市的任何东西。这个事件延烧到呢，密阳市长还公开道歉，带着所有的官员道歉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很对不起公众。再来我有查到是有个新闻出来，有一名网友说呢，他姐姐最近结婚的对象是1987年生，然后老家又在密阳，这2个关键字，因此呢婚事就遭到了父母的反对。不是啊，可是1987年生，老家在密阳，并不代表他就是加害者。对，是因为加害者总共有44名，后来网民们在传说1986年、1987年生，老家在密阳的人不要接近他。这个事件已经延伸到大家的那个 stereotype， 就是不可以接近密阳的人，这样的严重。那个年代生又是密阳的人，也太就很衰啊。这个问题又会回复到说有关于更生人他们的人权到底到哪里的部分。44名的加害者他们在犯罪的时候也是青少年，记录并不会跟随到他成年人。当他们现在所受的社会制裁不是来自于法律，而是来自于社会大众的时候，一定就会有2派的说法。这些人他们应该要承受到什么样的法律？这辈子他们都不用工作了嘛？这些事情就是会有在一波的讨论度。那特别是呢，那个白中原里面工作的那一位先生呢，我看到韩国的新闻是有在讲说他的态度似乎还蛮嚣张的，蛮拽的，因为他已经结婚了，
了。对，然后他有一种就是都已经那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但网友会有一些很不理性的留言嘛，就会写说你的家人什么的，我们都要去找他麻烦这样子肉搜出来，因为他就是过着一般人的生活嘛。他有发了一个女儿照片，然后写说我会成为让你自豪的爸爸，我会保护你这样子的发言。他还没有被肉搜之前发的，然后网友们就在他底下留言说你就是一个很丢脸的爸爸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保护你女儿。大家就会讲说不要波及家人啊，什么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当然另一派就会说他自己做的罪孽，他自己要来偿还。刚刚有提到有一名任职于大公司的这个加害者，后来公司解雇他了嘛？网友们反映是说他凭什么过着这么奢华生活，薪水不错，然后又有一个未婚妻，被肉搜之后遭到未婚妻的解除婚约等等的，就是有一挂的网民们就会认为说这样的私刑到底是好的吗？对啊，如果你不给这些更生人一条生路，他们可能又会在做伤害人的事情。我如果讲更坏一点，很多做坏事情的人，他们是不会自我反省的，他们就只会怨天尤人，然后他们觉得就全世界欠他的，就是你们害我现在这样子的生活过不下去。没有任何新闻报道，也不是什么，我只是举例。比如说刚刚那个被公司辞退的人，他绝对不会想到说是因为我当初伤害一个女生，他只会觉得就是你们害我被辞退的，然后你们害我婚事也告吹，你们整个社会都欠我，然后他可能就会在为非作歹。大部分犯罪的人，他们都是会检讨别人的。对于这些更生人，到底更生了没？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呢？到底社会可以给他的私刑又到什么样的地步呢？大家可以针对这件事情呢留言给我们，就大家彼此互相讨论一下这样子。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密阳事件跟他后续的一些风波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咯。那你喜欢我们分享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 day， 嘿小铃铛，我是台湾妞，我是喜娜，拜拜拜。餐厅里面的那个就是在我喝个水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哎呦，我们喜娜肺炎，喷水水了吗？不要告诉大家。好，你继续。